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一条尾巴上有这种黑白花纹的鲸鱼，它有一个美丽的中文名字，叫水墨。它是被我们团里的马里奥大哥在南极半岛很幸运地发现，并拍下一张清晰的照片。这头编号为13081118的座头鲸，它尾鳍上的黑白纹路像极了水墨画，黑色的墨与留白来创造画面，不靠鲜艳的颜色，却能表达自然的形态与流动的意境。它的美很简单，愿水墨在南极的深蓝中自由挥洒。大马猫本环球跑，东一脚西一脚，我现在就在南极半岛，这是我第6次来南极。为什么南极这地方让我这么流连忘返？南极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吸引我？来南极看什么，拍什么，用什么摄影器材？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杂志》，我是大马猫本。南极这地方之所有魅力，就在于它的变化多端。有人说这南极的好看不是因为壮观吗？确实，但是你想啊，壮观的地方不光是南极，为什么南极最吸引人呢？你看喜马拉雅也壮观，九寨沟也壮观，对吧？那个帕塔哥尼亚也壮观，为什么偏偏南极就让人这么流连忘返呢？就是因为它的变化多端。组成南极好看的因素的话有4个。当然，这几个因素综合排列组合在一起的话，你就发现每次来南极都能看到完全不一样的场景，就是一个超级的大盲盒。每次来南极之前都很忐忑，因为不知道自己这次能看到什么。在接受南极的变化莫测之前，先让大家看看南极的底色是什么样。哇哦，我身边一个巨大的冰山呢下边有冰邦邦的从我们的一个冲锋艇下边过去，又一大块。你看我们后边这个海况就像镜面一样。有没有人想听一听纯净的南极的声音是什么样吗？请现在大家闭上眼睛，把音量开到最大，戴上自己的耳机。5、4、3、2。这个像噼噼啪啪跳跳糖一样的声音，是冰川里经过挤压形成的高压气泡，随着冰块融化而释放出来的声音。你可以看到那个雪片落在海面上，然后开始在这个海面上结成一个的小块，这就是因为雪落在冰海上，它不融化。这些雪会在更冷的时候冻成冰，结在表面，然后当更多的雪落在上的时候呢，它就会
形成海冰。当然了，海水自己也会结冰。然后你再看这个，这个冰表面它有一层保护霜，因为冰会摇摆嘛，会有海浪，所以它会吃掉在它旁边的那些雪。你看那些波纹没有？那些波纹会吃掉这些雪花，所以你看冰表面周围它是没有这些雪的。南极的美说到底都是来自几个最核心的力量，而真正掌控全局的就是风。只要风一吹，天就会变，云就会翻滚，海呢也会躁动，光线也会变换情绪。在没有风的时候，南极安静的就像一幅画，上上下下都有人细细欣赏的细节。但是有了风，它立刻变成了一个不断翻页的史诗。你看，老有人说这个魔鬼德雷克海峡和德雷克海峡的海浪怎么样，然后魔鬼西风带怎么样啊，要死要活的晕船。我不能说你说的不对，但是我也不能说你说的全对。反正我个人这6次南极的经历，所有的最差的海况都不是在德雷克海峡遇上的，有时候它会有特别温柔的一面，而且这个几率其实并不低。你看后边多平静，就是因为我们正好是赶在前一个风团走，后一个风团来之前的这么一个平静期，就是不会白白给你一个好的海况，也不会白白的拿走一个坏的天气。所有的东西，雷霆雨露皆是天，公平，还是公平。南极景象因素第一，天气。南极的光很神奇，因为高纬度的太阳移动的速度极其的缓慢，是普通地区的几倍。但是呢，它又不像其他地方那样稳定，这里的天气会随时改变脸色。正是这种奇妙的光线变化，让我站在这里时候，我会强烈意识到，大自然真的是太强大了，而人类是那么渺小。看看凌晨3点的南极是什么样。凌晨3点，南极的天空，因为这边晚上日落的时间大概是10点半左右，然后整个蓝调时间就没蓝调时间，这天就不黑，永远基本上都是那个叫什么紫罗兰时刻，然后外加彩霞的时刻。所以说，在南极旅行，它不光是一个被看冰山、看海、看企鹅的地方。就是它在时间上也变得特别的奇妙，就是整个日出日落的时间拉得非常长。咱们可能彩霞也就是10分钟、15分钟的时间，但是到了这儿之后，3点开始，持续1个小时，对不对？你说上哪儿说理去？多漂亮啊！这就是南极早上的那个日出。南极是一个不缺光的地方，晚上黑不下去，然后呢，白天光线日照极强。如果要是没有云彩的话，所有的东西都是刺眼的。早上起来，这个阳光金色的，所有的都是亮堂堂的，哇，漂亮！南极景象因素2，海况。南极旅行从始至终都是在跟海打交道，海面以下几乎什么都没有，因为这里边太冷。但是海面漂浮过来的惊喜又随时都会发生，比如像这块冰。海况多数依然是风说了算，没有风的海面会把天空和冰川重新画一遍，就像下面铺了第2张画布。浮冰和冰山在海面上慢慢的飘，慢慢的变。
南极的动物它们几乎一生都在海里，靠海吃海嘛，是纯正的海洋动物。或者是有些动物上岸休息繁衍，但是食物全部来自海里，在生态上也算是海洋动物的一部分。而对于我们人类游客，南极是没有陆地的生活点的，所以船在南极的海上航行，是我们吃饭睡觉看世界的家。南极最丰富最难预测的故事几乎都发生在这片海里。想过来玩的啊，采风超级摄影团南极每年开一次，2027年1月是一个专门的摄影专线，我们要在南极半岛待足整整7天的时间，比普通的南极奢华摄影团还要多出40%的时间，一般都是5天嘛，我们能够到7天，所以你有更大几率看到更多更好玩的东西。具体的信息咱们下边简介。每次离开有动力的大船，只身坐到皮划艇里的时候，就既觉得自己强到牛逼，又觉得自己弱到不值一提。觉得强是因为真的自己经历千辛万苦能够做到这里，觉得弱是因为万一这时候刮阵大风，这人就没了。这时候大自然母亲在一言不发的让你感受她的力量，真的不服不行。只要没有风就是镜面，而且镜面水都是黑色的，然后上面这种从冰川下来直面儿一样的小的白的冰花往上一撒，嘿，可漂亮了！加油加油加油！他负责滑，我负责爽。嘿嘿嘿嘿嘿。有多少人能听？南极景象因素3：冰。冰川和海冰是南极最纯粹的艺术。冰川要经过几千年、几万年缓慢的生长，却能在崩裂的一瞬间呈现全新的形状。掉入海中的冰山像漂浮的雕塑，就那种透明的幽蓝，那种迷人光滑的纹理。这是我见着最蓝的一个，这是我见的最蓝的一块蓝冰。哇，这块蓝冰好蓝呢，我特别想看看它下边是什么样。海冰是按季节结冰，按季节消融，保持着安静而有规律的节奏。大片的浮冰飘在海上，涌这个概念以前只是存在于概念里，但是在浮冰带里边，这个概念被真切的在你眼前打开。海面的涌动被放大成柔和的起伏，没有声音，但是却充满了力量。这种静静的律动啊，我能坐在这儿看上一整天。现在这个船正在过这个浮冰带，啊，
哇，这个大浪涌太漂亮了。南极景象因素4：野生动物。南极并不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反而这地方生机勃勃。陆地上的企鹅、冰面上的海豹、海里的鲸鱼，甚至它们都很少单独出现，都是成对儿或者是成群的出现在你面前。南极动物的密度并不比其他大陆的动物密度要少。唯一不同的是，这些海洋动物平时都是生活在海平面以下，当你看到它的时候，掏相机已经来不及了。就像这头从船边游过的座头鲸，你能看到它水下的身影，然后冒出水面，呼吸，再下潜。Safety rope. 来南极拍照还是拍视频？先说结论一定是拍视频。就是随着这几年手机和这个 HDR 显示设备的这个成熟和普及，我觉得来南极一定是拍视频。就看视频和看照片有一个东西你可能感受不到，就是这个玩意儿到底有多大。就是当一个大的冰山，然后巨大的冰山翻着浪花，然后从旁边那边飘过的时候，因为它这个冰山翻滚的时候会带起这个浪嘛，大冰山会带起更大的浪，我觉得特别爽，就是很震撼。就像身边这个，就像一大雕塑一样，你看那个尺寸。我现在架一个岩石，每秒1张，应当会很好看。它离不开我靠，在这架岩石太痛苦了。我这次带的设备，想多了。100、400完全没用上，因为的话，这次基本上不是以这个野生动物和银鸟为主。然后呢，50、150用了几次而已，然后全程主力就是我手里的2070。所以说，如果你用2470、24105的话，用它拍摄的主力。运动相机的话 ，Action 6承接了我整个行程做这个 vlog 的过程，再加上它无线麦克风这个生态的系统，确实在这种极限条件下收音会很方便。然后呢，我现在船尾放了一个 Nano， 然后用来拍岩石，因为毕竟 D-Log M 的文件呢跟它的主力的 vlog 机型 Action 6是能匹配的。然后呢，我想象中带的这个全景相机带着这个佩戴式的相机，路上都没用上。没办法，就是因为自己手忙脚乱。我相信要是下次自己单独来专门拍摄的话，可能还有机会。素材呢，信不信由你。我这7天的时间，我素材已经拍了12个小时了，12个小时2台相机。行吧，我觉得在这边拍摄南极的素材，如果要不制作 HDR 就太可惜了。南极半岛最好的相机就是 iPhone， 就在这种灰蒙蒙的天气里边相机拍不了的这个大的光比 iPhone 能搞定。然后相机擅长的东西，像这种灰蒙蒙的地方，iPhone 更方便。而且 iPhone 一个超广角，然后中焦一直到长焦，然后还带增强的防抖，还带 HDR， 我真的就是这个 iPhone 是来南极拍照的神器。2年前我都不会说这个话，但是就今年，从 iPhone 16、iPhone 17以后，
啊，强推，强推，今天真爽。所以在南极就是有经验不如有好设备，有好设备不如有好运气。真的，在所有的这些东西在面前，这个运气起了绝对的作用。你再牛叉，你不如有一个好天气，加上这么一个好的背景，拍出照片好看。上哪说理去啊？来南极旅行总是会碰见不好的天气碰见不好的天气，我们朋友也会说：“哦，你心态真好。”其实我觉得这不是心态的问题这是事实。这不是说我心态好不好就能改变任何的东西这就像你在扔一个硬币的时候，你不可能是说你心态真好，能接受这硬币的正面，也能接受硬币的反面。不对，是因为硬币一定会出现正面，一定会出现反面。当出现都是一个面的时候，只是你运气好而已。南极这地方的话，我会一直来这是一个让我来多少次都不会腻烦的地方。能来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就来到有一天我真的走不动为止吧。上船了！Welcome board，Welcome board。来了！最后，感谢采风摄影来自五湖四海的团友们，跟谁玩远比去哪儿玩更重要。感谢大家的热情和友善，还有全情投入，让我们互相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南极行程。